大家好，我是北美老司机 Trucker 刚的私人顾问 Trucker 刚。今天我们的视频呢是给大家讲述一下 How to become a commercial drivers in British Columbia， 就是如何成为一个商业司机在 BC 省啊。让我先说，嗨，大家好，我是静香。无论是新移民、老移民、留学生还是旅游者，来到加拿大这个国家，都不得不承认，没有车出门呢，真是不方便啊。加拿大人口密度低，公共交通的需求量也低，所以就没有国内那么发达。因此，开车在加拿大基本上是人人必会的技能，16岁以上就可以考驾照了。今天我给你们搞定了这6个信息。本期视频资料均是我亲自从 ICBC 网站上以及致电 ICBC 所整理的一手资料，观看10分钟，省去你自己查资料数小时。如果你是第一次看我的视频，关注我的频道，可以让你轻松掌握最实用的北美生存，不是生活资讯。第一点，我要说一下驾照笔试，也就是理论考试 Knowledge Test，L 牌。首先提一点，加拿大和一些国家是有驾照双关互惠协议的，持有属于驾照双关互惠协议的国家的驾照，在加拿大无需参加笔试和路试，备齐证件和资料，可以直接换加拿大驾照。名单在这里啦，网址我放在了描述栏里。所以这期视频我是针对持有不属于互惠协议的国家的考生来说的。在加拿大考驾照，无论是新手还是在原居地有驾驶经验的老司机，在路考前都要通过驾照笔试，也就是理论考试。笔试的目的是为了让所有人在开车上路前就对加拿大的交通法规了如指掌，学好交规，保护自己，保护他人。在加拿大部分城市，笔试可以考繁体中文。我所了解的是，在大温哥华地区和多伦多可以找到提供繁体中文笔试的考点，并且也可以找到中文的交规课本。如果你知道其他城市也可以考中文，请留言告诉我吧。其实不止中文，还有俄罗斯语、西班牙语、越南语等语种。笔试形式和通过率是什么样的呢？以在温哥华考试为例，笔试都是机考，在 BC 省汽车保险公司 ICBC 的办公室来进行。在 ICBC 的网站上，我们可以看出机考为50道选择题，只要答对40道题以上就合格了，也就是要达到80%以上的正确率。每道题4个选项，一旦选好选项并确定提交后，马上反馈答案对错。答题过程中遇到不会的或者不确定的可以跳过哦，即使50道题都跳过，还是可以从第一题开始做的，跳过没有次数限制。针对笔试的基本规则，最重要的技巧就是只要不是100%确定的答案就跳过，挑选最有把握的先做。如果答错10道题，笔试就直接结束了。在 CBC 网站上，我们可以找到交规的说明 Learn to Drive Smart。 背会了这本书，在网上或者下载 CBC 的 App 做一下模拟测验，笔试就很容易通过啦。书的网址我列在了描述栏里哦。如何预约笔试呢？在疫情前，我们是不需要提前预约笔试的，直接到 ICBC 的考点排队就可以考试了。但是疫情期间，由于 ICBC 不仅仅提供笔试服务，还同时提供 BCID 证件申请、驾照更新、路试等服务，所以为了控制人数，现在所有服务都需要在网上预约了。从这里登入，选择 B Single Knowledge Test， 点击预约，选择一项服务，选 B， 选择一个位置，我们就选本拿比吧，选择日期和时间，8月、9月都没有名额了，最早是10月16日，所以如果要预约笔试，要尽早，之后填上个人信息提交就可以了。申请笔试所需材料有什么呢？一张有效 ID， 比如 BCID、枫叶卡、护照等。如果年龄低于19岁，需要监护人的签名授权书，以及考试费用15加币。如果没有通过笔试，不用担心，7天之后就可以重新考试啦。当然，考试费也得再交一次哦。通过笔试后，你还需要进行视力测试，主要问一下色盲卡、左右侧闪灯等简单的基本问题。一切顺利的话，完成了视力测试，就可以恭喜你完成了驾照的第一步，拿到初级 L 牌照。L 牌照如果用中文来解释的话，就是学习牌，也就是一张纸质版的临时驾照。有了这个后，你就可以开始练习你的驾驶技术了。但是在通过路考前，
副驾必须坐着一位25岁以上且持有1级到5级驾照的人陪同，并且车后必须放 L 牌标志。除了副驾，只能还有一个人坐在你的车上。凌晨12点到凌晨5点之间不能开车。L 牌的有效期为2年，如果2年内你没有通过路试，需要重新考笔试了。L 牌至7级至5级考试流程和相关细则。加拿大的非商业用车的驾照分为7级驾照和5级驾照。7级驾照就是针对于开车新手设立的驾照，开车会有一定限制。5级驾照是正式驾照。那么谁必须从7级驾照开始考呢？从未持有过驾照的考生，或者持有其他国家的驾照少于2年的考生，需要从7级开始考。这类考生持 L 牌1年后才能参加7级路考。建议你尽早约路考，基本上如果你今天约路考，2-3个月之后才会有位子。在路考前可以找教练陪同练习，熟悉路线和交规。7级路考时长为45分钟，车需要自己或让教练提供。如果未通过，最早14天后可以重考。7级路考通过后会发一个 N 牌，也就是新手牌 New Driver。 7级驾照有什么限制呢？ N 牌必须贴在车后方，车上的乘客直系亲属不限人数，除直系亲属外，只能再坐1个乘客。但如果副驾坐了25岁以上且持有1级到5级驾照的乘客，那么这辆车对人数就没有限制啦。持有7级驾照满2年后，可以参加5级驾照路试。5级驾照路试的细则有什么呢？从实际的路考出发，7级虽然比5级等级低，但是考试内容基本全部会涉及到，而且要求严格。而5级的考试感觉更抽象些，考官较多的会在意考生的驾车感觉、自信程度和安全意识。考试内容可能不会全部都考，甚至如果考官感觉你的技术是过关的，也许20-30分钟就让你通过了。在考试时要具备临场应变能力，比如遇到了消防车鸣笛而过，遇到了动物，遇到违规穿越马路的行人，或者路上结冰等，这些都需要你采用正确且安全的驾驶方式。路考也是考生的心理素质的一场比拼。有兴趣可以看看我这个视频，里边讲述了我4次5级路考经验。考试通过后就拿到5级驾照了。整个5级路考时长为45分钟，考试内容基本包括13项。考试中一个重要的原则就是一定要完整的完成整个上路过程，千万不要因为犯了一个较严重的错误就马上丧失信心了。很有可能的情况是，除了这个错误外，其他方面完成的很出色，这时候考官可能会法外留情让你通过，但是犯错之后灰心丧气，紧跟着又犯错了，基本上就宣告失败了。考试结束后，考官会当场告诉你考试结果，如果是 pass 的话，就可以开心的在等候路试的众考生的羡慕眼光之中去拍 ID 照了。3. 持有其他国家驾照2年以上到5级的细则。如果你是新移民且之前持有过不属于双关互惠协议国家的驾照，那么可以用原居地的驾照在加拿大开车90天。90天之后，如果还想开车，就必须持有加拿大驾照了。所以建议你在登陆加拿大后尽早预约笔试和路试。如果你持有原居地国家驾照超过2年，那么笔试通过后可以跳过7级路试，而且无需等待。若有位子，最早笔试通过第2天就可以直接考5级路试，拿5级驾照了。但是路试考试位子都是比较紧张的，都要约到2到3个月之后了。预约路试的申请资料有什么呢？有效的身份证件、原居地国家的驾照、5级路试费用50加币，以及驾驶经验证明。先解释一下第1条，如果是新移民，这些都算是有效身份证件。主要证件是枫叶卡或者是登陆时发的移民纸，辅助证件包括医疗卡、显示你名字的信用卡、护照等。再解释一下第2点，如果驾照显示的不是英文，则需要让一位通过 CBC 验证的翻译者来翻译你的驾照。我们可以去这个网站找中译英的翻译。我们可以看到有很多位可以中译英的翻译。再说一下第4点，如果你的原居地驾照显示的有效期起始日期并不是你开始驾车的日期，也就是说你可能更新过驾照，而之前的驾龄并未显示在你的新驾照上，那么你就需要提供更多的资料来证明你的驾龄了。这主要也是为了后期购买汽车保险时你能拿到更多的折扣。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在你预约5级路考的时候，你的原居地驾照会被 CBC 收回，因为 BC 省只允许居民拥有1个驾照。5级驾照有效期，第一次拿到5级驾照有效期为2年，第2次开始有效期为5年。驾照过期前的180天内
都可以更换新驾照，但是有效期还是从你即将到来的生日那天起往后计算5年有效。更换护照必须本人持旧驾照去 ICBC 办理，旧驾照会被收回。持旅游签证在加拿大能开车吗？能开多久呢？持旅游签证来加拿大的访客，如果在原居地已经持有驾照，则在加拿大可以开车6个月。持旅游签证的加拿大 BC 省能考驾照吗？我告诉你，5级驾照能考，但是咱还是别考了吧。为了考这个驾照，你需要在 BC 省居住超过6个月才够资格考笔试，考完笔试还得等上1到3个月才能排到路试，然后拿到驾照吧，发现驾照有效期可能只给你半年、1年的。话说到这份上了，你还想考？那我快得给你来点干货了。其实这个问题在很多社交网上都有人回答的，但是为了得到最准确的信息，上周给 ICBC 客服打了电话验证， ICBC 电话客服确认持有旅游签证的人是可以考5级驾照的。之后呢，我又在 ICBC 网站上一个很隐秘的地方得到了进一步验证，是哪里呢？跟我来这个网页看看吧。这是 ICBC 的官网，点击 Required ID， 点 Confirm， 选择第2项，我从未持有过 BC 省驾照。再选择第4项 Visitor， 选第2项，我有其他地区的驾照，但不是美国的，也不是加拿大其他省份的，选 No。 之后就会出现旅游者、学生或者持工签的人申请5级驾照所需要的资料。所以从这里我们也能看出来，持旅游签证是可以考5级驾照的。但是先别走呢，我们来看一下持旅游签证申请5级驾照的考试的证件是什么。看这里，旅游者要提供 Visitor Record Form IMM 1442，这点就和本地居民不同啦。第2张 ID 呢，大多数人都可以提供的是护照或者带有本人名字的信用卡。那么重点来了， Visitor Record Form 究竟是什么呢？加拿大移民局官网上解释，在以下情况需要申请 Visitor Record， 也就是访客记录。第一种情况是你首次抵达入境口岸，知道自己想在加拿大停留时间超过6个月，或者第2种情况，你在加拿大境内决定继续停留更长时间，也就是6个月以上。访客记录上呢，有你在加拿大停留到过期日期，就是你必须在此日期之前离境。我也问了一位温哥华解忧移民留学的朋友，访客记录大多数情况只给半年，今年疫情有的人会给1年。当然给你的停留期限肯定是在 Visitor Visa 过期前。IMM 1442表格呢，是 Application for Verification Status， 也就是证明你以前有过访客记录这个表格。所以在申请驾照时提供访客记录这个表格就可以了。你是不是已经听晕了？我再简单说一下，只有当你打算在 BC 省申请停留超过6个月的时候，才会拿到访客记录，有了这个才能申请5级驾照，而且驾照有效期是与你的访客记录保持一致的。这也合理，因为持有 Visitor Visa 的人用原有国家的驾照在加拿大是可以开车开6个月的。所以 ICBC 认为，如果你只停留6个月，申请 BC 省驾照没有什么意义。还要提醒你2点，在申请5级驾照笔试时，需要提供 BC 省本地的住宅地址。如果没有，说明你并不在本地居住，也就不符合考取驾照的资格。关于理论考试呢，通过后才能预约5级路考，但可能由于预约人数较多，你并不能马上参加路考，可能要等上1到3个月哦。听完了这些，如果你还想考，那静香就在这里祝君考试顺利啦。以上我说到了 L 牌、7级和5级的内容，那么最厉害的商业驾照1级是怎么回事呢？有请资深的北美老司机Trucker刚哥给我们看看吧。那今天呢，我们就来仔细说一说如何成为和怎么样成为和什么样的人可以成为 Commercial Driver License in British Columbia in Canada。 好，那第一点就是对人的要求，什么样的人可以考试啊？对，这就叫做你必须是 BC 省的 resident。 如果你拿着旅游签证可以吗？不好意思，是无法在 BC 省成为 commercial drivers 啊。然后呢，再紧接着再说呢，既然是你必须是加拿大的 resident 嘛，那所以说呢，你拿留学签证是可以的，工作签证也是可以的。好，你如果是移民呢，那当然也是可以的。首先这是对人的要求，紧接着还有什么要求？就是你必须要拥有5级驾照，你必须要拥有 BC 省的5级驾照。加拿大其他省的5级驾照可不可以考？不好意思，你首先要换 BC 省的5级驾照。换完 BC 省的5级驾照之后呢，你才有资格考 BC 省的商业驾照。达到上述2个要求之后呢，还有就是第3个要求，也就是说经验的问题。就是说，我有没有经验？你必须要有3年的经验啊。当你拥有3年驾龄的时候，你才可以去
考这个 commercial drivers。那这3点要求都达到了，是不是就可以考商业驾照了？不好意思，它的条条框框很多，你要一点一点的来分析，一点一点来考。怎么样考呢？找这本书，现在我们就给大家着重讲一下这本书啊。这本书就是 BC 省的一个商业驾照的一本简单的一本概述啊，就是说每个考商业驾照的人呢，都应该把这本书看完再去考。首先呢，如果说你不知道这本书怎么找呢，可以去上网，网上呢肯定有它的网络版，就去 icbc.com 搜索什么 Commercial Drivers Guideline 就可以找到了。商业驾照指南没有中文版，这是我知道的啊。如果你能找到中文版，那刚哥也是佩服你五体投地哦。Commercial 呢有很多个，就是1级、2级、3级、4级，它都属于 Commercial License， 对不对？那我们今天呢，我们着重讲一下 Class 1， 你拿到1级驾照是2级、3级、4级，基本上所有的车是都可以开的啊。首先你要符合那几个资格啊，你必须要有加拿大的 resident， 第二个你必须要有加拿大 BC 省的5级驾照，第三个就是说你必须要有3年的驾驶经验。那紧接着呢，就是说你需要考2个笔试，这2个笔试，第一个笔试就是Class 1的 written test， 那第二个笔试呢就是什么？叫做 Air Brake Endorsement Written Test。 当你这2个笔试过关之后呢，你就拥有了 Class 1的 learner， 这时候呢你就可以去驾照去干嘛？去学。你去学驾照，我就要去学驾照。学了驾照之后呢，你考一个路试。当你路试过关的时候，那恭喜你，你就拿到了 BC 省的商业驾照。简不简单？看似简单，对不对？可是其中呢还有一个条件呢，就是说你必须要 physically 适合驾驶商业货车。那这个怎么证明呢？你去你的家庭医生那里开一个证明就可以了啊，上面写的很清楚啊，你有心脏病不能开，如果你有高血压，我能不能开我不知道啊。所以说具体的细节啊，翻到这本书的第6页，你可以一点一点的看。但对于普通人来说呢，基本上就是那3点，也就是最重要的3点。怎么样？这期视频干货是不是超级多啊？喜欢就请给我点个赞，订阅我并开启通知小铃铛吧。我是静香，愿与你探讨北美华人生活和文化，欢迎留言讨论。我们下周6见啦！